好，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下一个工具呢，就是我们在扣作制作当中常遇到的功能，就是手绘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其实我们可以用键盘的 F5来去做切换的动作。那我们在这个倒三角形箭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手绘工具之外，还有一个常用的功能呢，就是度量工具。好，我们先从这个造型工具，这个手绘工具来跟大家说明哦。当我们按开手绘工具的时候，其实你的滑鼠游标会从箭头变成十字架加一个波浪的图形。那它的情况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画线条的话，你可以按着左键不要动，去移动你的滑鼠。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呢，扣桌呢会自动将你的线条最佳化，线条就不会变得那么的锯齿。另外一种方式的画线条的方法，只要你先将游标在任何一个地方先点一下，接下来移动到定点之后呢，点一下哦，并不是按着左键不动哦，是点一下，接下来将游标移到在一个定点呢，再点一下，这时候你就形成了一条线。好，那这时候我们在之前的课程有提到说，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造型工具 F10的功能，我们可以将游标如果说你有选取的那一条线条，它会变成有一点点好像是一个蓝色的一个方框的一个指示，这时候你就可以移动线条的方向。另外呢，如果我们在画线条工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 Ctrl 键，这时候你 Ctrl 按着不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画的线条要么就是水平，要么就是垂直，要么就是有角度的。好，那这时候我们在画线条当中，这一个 Ctrl 键还蛮好用的哈，这是 Ctrl 键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线条的部分哈。当我们画完之后呢，这个你可以再多画几条线条，完成一条地图的绘制。那这个地方附带一提的就是，好，那如果说我们才发现说这个井字符号的这个道路的路线图，才发现这样线条并不是很优秀，它可能并不是这么紧致符号。我们再回到造型工具当中去控制这个节点，好，就可以把这个线条变得更符合道路的需求了。最后呢，我们再回到选取工具这边来，我们将滑鼠游标呢可以直接选取所有的物件。那选取所有的物件，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课程当中有跟大家提到Ctrl 加 A，Ctrl 加 A 代表可以选取所有的物件。那其实呢，我们也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呢用这个滑鼠游标，在这个选取工具的地方快速按左键2下，它也是可以达到选取所有物件的方式。好，那如果我们选取所有物件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做外框工具哦。那在外框工具当中，它除了这个钢笔之外，它还有提供给你大概有7种不同的一个线条粗细以及无框线的功能。如果我们到这个外框笔工具这个地方呢，点开来，那在隔壁这个邻居呢，它就是属于外框笔对话方块，那你可以按键盘的 F12启动。那么在这一点呢，戴老师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在这个区块当中，我们常用到的功能，除了宽度之外，在冒线这个线条冒圆这边呢，我们还蛮常用到中间这一个部分。那宽度的部分呢没有一定，那先依照你的图面尺寸来去处理。不过这个部分呢，Ctrl 它有个 bug，就是当你打上线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条它提供出来的密例数呢，是从极细线一直到这个大概2.0 mm 左右。但是你发现线条可能2 mm 2.0 mm 还不够厚，所以你可能会按下键盘的5或10，譬如说这边戴老师按下10好了，可是呢很多人就直接按下了确定，这时候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你会发现你打出来的数值并不会成立，那怎么办呢？我们只好用我们键盘当中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做 Tab 键。Tab 键的功能呢，可以将游标从10号的这个宽度10跳到下一个储存格公里，那这样子就可以达成我们的一个切换了，所以 Tab 键还蛮好用的。好，打开冒线边这个线条冒圆之后，我们按下确定，好像太粗了，我们再一次，太粗了，依照线条的比例哇，太粗了，见鬼了。好，那这样子我们看起来，这样看起来就还蛮像个地图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路面什么往南投、往竹山什么的这个台山线保甲路什么一堆的自行再把它 key 上去。那接下来我们再开启一个新的这个页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假设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再成立一个新的页面好，假设我们现在在这一个线条工具之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就叫度量工具。那度量工具呢还蛮好用的，就是今天如果说你有在做一件衣服，告诉人家比例的时候，
这个功能就会派上用场。只不过呢，线条工具当中，它这个工具我们当我们点开的时候，它上面会停留在一个垂直水平那以及这个角度自动控制，预设值是 milli 的那小数点2位小数的。那如果你尺寸很大，用这个小数的下2位可能就并不是很理想。那如果说你要做木造装潢的话，这个部分就还蛮常用的。好，那戴老师在荧幕上面任意画一个矩形，那我们叫出刚才的一个度量工具，在上方这边是垂直度量工具，所以我们将游标慢慢靠近第一个点，点按一下这个节点，接下来将游标呢慢慢的再靠近第二个节点，再点一下。第三个动作呢，将游标停留在要出现数字的地方，这就是89.32 milli。那另外一个，如果我要量的是这个水平度量的话，那我们只要将游标在水平度量点一下，好，先点一下第一个节点，再点第二节点，再将游标移动到这个数字要标的这个位置。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太啰嗦，你想要用公分来呈现的话，那我们就在中间下面这个部分，将这个 milli 的部分改成公分就行。是不是要到下2位，然后看你的这个精密的程度那戴老师的这个设定呢，我就先不用到那么的细腻。好，那你会发现怎么奇怪，怎么这个地方会变呢？是因为可能我刚刚好选到这样的物件，所以它跟着做联动的动作。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自动度量工具。自动度量工具就是它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在移动的范围是要量水平或垂直。那但这样的一个控制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好用？那你自己去拿捏。那依照戴老师的使用，还是规规矩矩的去调整，那可能会比较快达到我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画线的这个线条手绘工具 F5 以及度量工具。再次强调，手绘工具它有个快速键叫做 F5 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对你的工作上还蛮方便的。